这么多年来，买 Toyota Alphard 的人从来都不会问为什么。买一辆 Toyota Alphard 似乎也不需要什么理由，通常要买就是走进去，什么颜色、什么年份，根据自己的 budget 就可以买到他要的 Toyota Alphard。他买了之后，也没有人会问他为什么你要买 Alphard， 所以买 Alphard 是一件不需要去质疑、不需要去问的事情。但 Lexus LM 就不是这么一回事。第一代的 Lexus LM 售价从120多万起。然后截至目前，UNW Toyota卖了超过32台，所以现在在我身旁的这个就是第二代的 Lexus LM， 现在有 LM 350H 跟 LM 500H， 它的售价分别是122万8千块跟146万8千块。然后我不久前介绍的第四代 AW10 Toyota Alphard 是538千。Why？ 为什么？差不多就是一辆可以买3辆。说既然第四代的 AW10 Toyota Alphard 都已经看起来这么高级、这么豪华，甚至很多人都觉得538千都已经很贵，你还要花120万到140万去买一个 Lexus LM， 仅仅是因为它的 logo 不同吗？仅仅是因为厂徽不同吗？你就需要给多2倍到3倍的价钱？所以今天这集我们就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5个重点，就是为什么 LM 会比 Toyota Alphard还要来得好。从影片开始之前，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靠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Let's go。首先第一个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外观造型的不同，但怎样个不同法呢？因为第一代的 Lexus LM 是用了 Spindle Grille 纺锤型的前格栅，也就是说有很多Toyota Alphard 的车主买了那个 Lexus LM 的 Upgrade Kit， 换了一个格栅，就好像是成为一辆 Lexus LM。但第二代的 Lexus LM 呢，就用了 Spindle Body 纺锤型的车体，就是 Lexus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我们已经在 Lexus RX 身上率先看到。那 Spindle Body 呢，它就不只是前格栅而已，它是从车头、车侧到车尾都用了 Aerodynamic 空气力学的设计，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能够降低阻力、降低噪音，同时提升车子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回到前脸的部分啊，它的整个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大个，然后你现在看到一个一个这种 diamond 的钻石型的东西呢，它其实是有 satin effect hot stamping， 所以你用高灯去射它的话，它是不会反光的，但是在大白天底下太阳射下去，你还是能够辨认出这个是一个 Lexus LM。再来车头灯的话也非常的讲究，它用了2层的 DRL， 上面一层，下面一层，还有这个3眼式的 Adaptive LED 大灯系统，能够更加聪明、更加快速的去闪避对向来车和路过的行人、骑士等等。这个东西的档次绝对是在 Toyota Alphard 之上。所以简而言之呢，现在你要把自己的 Alphard 改装成为一个 Lexus LM 已经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再来一个 Lexus LM 跟 Toyota Alphard 不同的地方就是车漆，车子的颜色。虽然这2款车都有4个颜色，但是它的颜色更加的高级，是至少有4个 layer 的 Sonic Crush、Sonic Titanium、Sonic Agate， 还有这个石墨黑。那以Toyota Alphard 来讲的话，除了那个招牌的 Blonde 叫 Precious Leo Blonde 之外，其余的黑色、白色跟银色这颜色看起来都跟它会有很明显的一个不同。那就像别的，比如讲 Volkswagen 家族一样子，你在 Bentley 上面用到的颜色，跟你在 Volkswagen 上面用到的颜色都会有不同。这个也是用来辨认一个车子是否是真正的 Premium Brand、Premium Car 的一个标准。再来第二个就是它的 Powertrain 动力装置。那我记得第一次介绍 LM 的时候，很多观众最多人讨论的居然不是它的 Powertrain， 而是它没有 Gas Lift 油压感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代的 Lexus LM 有没有进步？不对劲，没有。OK， 它同样是用这根东西去顶着它这样子。我知道你要留言什么，你知道150万的车连 Gas Lift 都没有。可以，首先我们把这个放一边先。首先 ，Lexus Global 的定位就是第二代的 LM 只会有 Petrol Hybrid， 就是 Hybrid Only， 所以 LM 350H 是用 2.5 L NA HEV， 然后 LM 500H 就是 2.4 L Turbo HEV。然后以 Toyota 来讲呢 ，Toyota Wildfire 是用 2.5 L NA CVT，Toyota Alphard 就是用 2.4 L Turbo XP Automatic Gearbox。所以在 UNW Toyota 的布局里面呢 ，Wildfire Alphard 是只有纯汽油 Petrol 版本，那 LM 是只有 Petrol Hybrid， 就是汽油的 Hybrid 版本。然后在全球来讲呢，这个Toyota Alphard 最顶配的啦，它也只有 2.5 L HEV， 也就是 LM 350H 的动力配置。换句话讲呢 ，LM 500的这个 Powertrain 就是 RX 500H 的这个动力配置，是只有在 Lexus
LM 身上才有，所以 Alpha 你买到再贵的都不会提供这个版本给你，这也是这两台车子最根本性的一个差异，也让这两台车子的 powertrain 有很明显的不同。但仅仅是因为这样子吗？仅仅是因为颜色的不同，front grille 后面的不同，还有引擎动力的不同，你就应该要多花2倍到3倍的价钱吗？我们就来看一下第3点，就是它的车身，它的 body。第2代 Lexus LM 基于 TNGA-K 平台打造，就是跟 AH40 第4代 Alpha 相同的平台，所以轴距都是3000个 mm， 宽度就维持在1890个 mm， 油价宽，但是不能再宽了，因为1900 mm 是日本自动停车系统的一个 maximum， 就是说它不是它不要做宽，是它做宽就进不去日本的 car park 这样子了。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跟 Toyota Alpha 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车体啊，在你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呢，它其实是做了很多额外的这个 braces， 就是横梁跟支撑。因为第4代的 Alpha 呢，它的这个后半部的部分啊，它的刚性已经是比第3代的 Alpha 增加了50%，所以你看到黄色这些部分呢，就是他们增加了的这个 extra 的加固的地方，也让到 Lexus 的工程师能够更加准确、更加精准的去调教它的 rear suspension。那讲到 suspension 呢，这个 Lexus LM 就用了 Lexus 家族史上第一个 Adaptive Variable Suspension， 在 RX 身上有我知道，但是它加了一个叫Frequency Sensitive Piston Valve 的东西，在前后 suspension 都有，所以这个 Lexus LM 呢，它也多了一个叫 Rear Comfort 的 mode， 就是专门照顾到后排乘客的驾驶模式。它不只是调整悬挂的软硬，它也结合了你的 gas pedal 跟你的 brake， 是3件合璧去让后排乘客有一个更加舒服的坐姿。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多了一个东西，就是 quietness， 因为它多了更多的吸音材质跟隔音材质。所以第3个点有没有说服到你觉得说，我可以多花2倍到3倍的价钱？第4个重点 ，Lexus LM 拥有一个 First Class Cabin， 怎样个 First Class 法？那首先呢，就跟第1代的 LM350一样，现在 UNW Toyota把 Lexus LM 500 定位为 4-seater only， 就是 2+2， 一个给 Dato， 一个给 Datin， 一个给Tan Sri， 一个给 Puan Sri， 坐在后面这边。然后一样的，你跟司机这边是看不到它的，因为它用了一个 partition， 然后这个 partition 呢，它的隔音强度是比之前提升了40%，所以你还是一样能够跟司机讲话，不过就几乎是听不到的啦。然后再来就是这个48寸的电视机是比之前更加的大，它不只是大而已，它现在也可以给你 split 成24寸、24寸，你可以同时 multitask 看2个荧幕，或者是你要21:9的 theater mode， 它也能够给你。但有了好的荧幕，音响系统也要给你很好，它给你23个 speakers 的 Mark Levinson 3D Audio System， 在 LM350 就是一个2+2+3的7人座。2+2+3对，7人座格局，然后那个就只有21个 speakers， 但不管21个 speaker、23个 speakers 都比 Toyota Alpha 的15个 speaker JBL 音响系统还要来得好。像我刚才讲的，你车身 chassis 里面加的那些 braces 啊，不是你后期能够改装的。那音响系统23个 speaker， 你要挖多少个洞才能够去塞满它？这个也是不容易做得到的事情。除此之外呢，它还有这个独立式的玻璃天窗，所以你可以这边开那边不要开，那边开这边不要开，或者2个都打开。再来，它还有这个雾化的玻璃，然后它的这个sliding shade 呢，看到吗？好像这个 Iron Man 的基地这样子 ，Avengers 的基地这样子，你一个button就可以全部修关起来，给到你一个最大程度的 privacy。再来，这个椅子就不用讲咯，跟你知道吗 Alpha 一样，它有按摩椅的功能，然后它这边有一个独立的这个2个独立的所谓的 tablet 面板 ，OK， 这边一个，这边一个，但这个我不会着重去讲啦，因为 Alpha 也有的东西，只是在这整个乘坐上啊，因为 Lexus LM 500 像我讲的，它只有 2+2 的4人座车型，也是他们做了 market survey 之后发现到，其实这个车型在市场上面的这个需求量是挺大的。比你想象中还要来得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在市场上，当我们想到高级的 limousine、高级的这种 chauffeur drive，最多人知道的就是 Mercedes S-Class、BMW i7 或者再上去一点，可能去到 Bentley、Flying Spur、Rolls-Royce Ghost、Rolls-Royce Phantom 等等，都是在那边。那当我们讲到日系的豪华的时候呢，你看那些有 S-Class、有7 Series 或者有 Bentley、Rolls-Royce 的车主。
大部分时间这些达官显贵他们出门坐什么车？他们出门还是坐 Alphard， 为什么？因为它更加耐用更加适合出用，然后乘坐起来的舒服感，虽然没有办法跟那一种顶级的 Rolls-Royce Bentley 比，不过日常出行来讲，上下车是非常的方便，毕竟它有 sliding door 侧滑门，像这台车子甚至还有这个冷藏柜。俗称叫冰箱啦，门边这边还有给你一个放 umbrella 的地方，所以就是已经瞄准了这类型的客户群。所以你说120万到150万这个价钱呢，如果你要用 Rolls-Royce Bentley 的标准来看，其实它还有钱找啦。从车顶到车底，它完全是360度无死角的这种高级感。这个 Lexus LM 啊，真的是达到了一种全新的高度，一种 Alphard 也达不到的高度。第5个重点，价格。回到我一开头讲的，现在的 Lexus LM 350呢，从122万8千块起 ，Lexus LM 500 4Seater 从146万8千块起。那 Toyota Wildfire 从438千起 ，Toyota Alphard 从538千起。但我现在讲的是 Peninsula Malaysia， 就是半岛的价格。那如果你去看他们的 Langkawi Price， 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这个价钱很大一部分都跑去了 tax， 这个 excise duty 跟 import duty 都是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它不只是价钱上的不同，连动力配置都有不同。因为 Toyota Wildfire 跟 Alphard 是只有 petrol 版本，那 LM 是只有Hybrid 就是 Petrol Hybrid HEV 的版本，也让他们两台车子的定位有很大的不同。虽然 Lexus LM 350是有2+2+3的7人座格局，但重点还是这个2+2的4人座格局，因为在马来西亚市场上要找到一个2+2的这种 First Class Cabin 的 MPV 是少之又少。所以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那订阅 follow Instagram， 可以来在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 cut。恭喜你已经把这支影片看完。可能有些观众在讲，为什么这集完全没有讲到它的中控台、它的内饰？因为这集的重点是分析 LM 跟 Alphard 最大的5个不同点，也就是说，它的里面真的没有什么不同，因为都是14寸的荧幕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这些东西。我记得我上一次在介绍 Wildfire 跟 Alphard 的时候呢，我都已经讲它非常的 Lexus 化了。那我们来到金价杠的 Lexus 里面，当然就很 Lexus 咯。然后它的整个排挡杆的地方呢，我之前在日本看到 Toyota Crown、Toyota Century 也是用了这样子的排挡杆，所以就是 Lexus 最新的 Tajuna Cockpit， 就是一个所有东西都放到比较高，你一驾驶的时候能够伸手去触手可及的东西。最新的 Lexus Safety System Plus 有这个 E-Latch 也是它跟 Alphard 最大的不同，就是你开门它是电子式的，你按这个 button。它就可以开，如果后面有车子经过，它会阻止你开门。我们在其他 Lexus 车型上面已经介绍到。当然，它最大的重点就是这个木纹饰板，它叫 Yabane 石羽木。你去谷歌找就知道，它是日本一种传统匠人工匠打造。看到一片木纹里面有5个 layer 哈，有 coating， 有不同的 clear layer 等等。在 LM 350 呢，它的这个方向盘上面也是用了独特的木纹。可是，在500就是普通的皮革包裹，因为对这个 Lexus Global 来讲呢，500 4人座是给人乘坐的，通常车主不太会需要坐到这个位置，可是350 车主就需要坐到这个位置，所以在这边就相对比较普通一点。但这个也不是 LM 的重点，LM 的重点是全部去到后面这样子。那这个关于里面用起来等，还是要等到我们上路去试驾，才可以有一个更详细、更进一步的。So 喜欢影片记得分享、订阅、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Let's go。当然还有这个 Lexus L 的 logo 在这边，然后所以整体的整个造型呢，包括下面的 chrome 就会给人家一种更加低稳、更加沉。你看到吗？还是一个这样子，就是一种怎么讲，整个很气势、压得住、镇得住